所以它可能会影响到空勤业务费冻结。离岛就常常有一些离岛要后送，其实都需要空勤总队他们去没错，帮忙。没错。还有如果包括台风，像去年3、4个台风来的时候，也是需要啊。离岛这些其实是国民党的立委，就是你怎么这样子对？哇，那选票拿了不给人家一点资源，说不过去啦。另外看到一个理由就是说，消防队的那个头盔是为了要战争哦，不是王宏威讲的，所以要删。那所以那个头盔是要干嘛的？我觉得委员不要随便从网络上看到一些讯息，然后就自己用自己的故事来编造出来。第一个，消防救灾的头盔跟一般头盔确实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到火场去，你必须要能够耐高温，还有你要能够辨认出来说哪个地方是需要你过去的，所以这个头盔是非常贵，没有错。还有一个，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在消防救灾的时候，自己本身的这些人，你要不要自己先保障自己的安全？要。你自己不安全，你要去救灾，那你这是把人的囡仔吸尾料，没当然呢。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消防头盔的这个功能。那既然有消防头盔功能，而且世界上有这种消防头盔功能的部分，我们可以买得到，我们当然买啊。当然，我们哪有可能去买一个250的骑机车用的安全帽给消防局的人？你戴这个就好，完全不一样嘛。所以这样子有什么好？第一个，这里面有没有弊案？没有弊案啊。不是为战争做准备，是的确为战争做准备。要头盔干嘛？头盔要为战争做什么准备？不是啊，是为了消防救援。你看你现在一个空勤总队的直升机上去，对不对？那你要下降到山谷，或是到海岸，或是到正在移动的那个船只上面的话，这些人要不要带应该有的配备的东西？要。你不能只有一个 S 腰带，然后一个随便的安全的，你要能够辨识，然后保护自己，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他所要的是它的安全性还有它的专业性是在的。那既然你经过安全跟专业的训练或者是专业的评估是需要买的话，我们当然要买啊。消防署不是没有钱，而是你不给我们这些钱，所以我们只能用旧的或是用过的。那这样好吗？你不要等到出了人命的时候才骂说你们当时为什么要用旧的？那你钱要给我们啊。对啊，你有 iPhone16不买，你会用旧的吗？不会啊，你们当然是买新的啊，买最好的啊，顶规的啊。当然是这样子啊，嘿。所以我是觉得说，不要一直在折磨这些这个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有这种想要奉献给社会，然后会用自己的生命或用自己的专业来帮忙救助那些被救助人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肯定他们啊，要让他们可以我们叫做 gear up， 就是说他的设备是我们能够买到最好的来协助他。我就不晓得你那个头盔是为什么跟战争有关？跟战争有关是要买子弹，跟战争有关是要买枪，对不对？我们连防弹背心都没有，怎么会去说跟这战争有关呢？所以第一个跟黑熊学院的部分，或是说所谓的这个消防头盔是跟战争有关，应该是刚好相反，应该是说我们在紧急在救护的时候的安全头盔，反而是更应该保障要救别人的人的安全，这个才是重要的。好，所以作为内政部的当家的，就只能在有限的钱里面，初期先维持原本固定的这些所有的能量，是，然后也希望立法院能够有所转换，让更多的钱能够看看，因为反正立法院大概也自己不太知道自己删多少，到现在都算不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荒唐。我要跟时齐讲一下，现在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他们现在最大的麻烦就是他们真的不晓得总数删多少。对，第一个他们可能会重复扣款。对，譬如说某个委员我们总共的那个预算数只有1亿，某个委员删5000万，另外一个委员删5000万，另外一个委员再删5000万，他们就把它加在一起 ，sorry， 你总共要删1亿5000万，但是事实上我们只能扣到0，我们不可能负5000万，那所以你们要掏钱出来让你扣。是，天下没有这样的预算法。所以很糟糕，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会计单位还是一直在跟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人讲说，你们到底是要
重复扣款、累积扣款，到底要累积扣款到什么地步？一直追问立法院，但是没有答案，一直没有答案。但是这个已经违反我们的算术的规则，就是扣到0以外还有负的，这是非常糟糕的。而且的确，我看到立法院删预算的这个很多很荒唐的事情啊，就是说同样的案子，这个党要提3、5千万，另外一个提3、9千万，两个同时过。那所以你到底是要3、5千还是3、9千？没有人做决定，对，没有人知道。然后还有呢，那个提案说啊，第一段我动50%，第二段我动25%，案子也过了。那请问是要动50%还是动25%？你同一个案子都可以互相打架，难怪立法院算不出来。所以呢，这件事情问题很大了哈。那所以它影响的其实恐怕是每一个人的工作，特别警消最重要。警察的部分啊，那也因为立法院这样子的表现，所以现在民间有非常多的罢免的声浪。那结果现在在几个选区里面就传出来说有警察在跟踪。那这个事情在台北松信区，这个事情作为这个内政部长，你对这个事情有了解吗？有，我想是这样子，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呢，就是说坊间有传出来要处理罢免案的时候，我已经有交代我们的警政署要通令全台湾的很多地方。第一个，所有的警察同仁都保持中立。好，因为罢免是人民的权利，更何况罢免的对象到底是哪一党或是哪一个派系，我们都不知道。这第一个。我在11月的时候就通令全国这样做，但是很不好的就是说在上个礼拜那民进党有一位委员跟我讲说，你知道吗？这个有某一位要罢免这个松信区的这个国民党委员的地方啊，好像有警察穿着便服啦来跟踪，对，处理罢免的人那我请警政署去查。那当时警政署告诉我说，这件事情恐怕是信义分局他们叫做执法过当，那我是说你查出来什么叫执法过当？后来我再继续去追踪，发现到说，这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网红，对，那他有提到说，好像是有2位警员，都穿着便服，骑着摩托车跟着他，对，然后跟着他到离开罢免现场的地方，那这个当然就执法过当，那我就问警政署说，我们到底有没有交代人家做什么事情？他们说我们没有交代所以民进党的立委他们就在继续请这个民进党的市议员去追踪，说台北市政府有没有做不当的这个指示那我们也还是不知道。但是我是觉得说会有状况，是我了解的部分就是这2位警员穿着便服。那穿着便服去做跟踪的话，他大概不是要为了保障这个被跟踪者的这个安全大概是防范说是不是有人如果我们用正面来想，就是为了防范是有人来骚扰他。但是用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被跟踪者会觉得说，你骚扰到他了，然后有跟你在对话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吐露出说这是上层的交代。对，那对于松信来讲，上层的交代就是信义分局。所以现在信义分局的分局长自行处分，那这个自行处分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还要再查一下，他真正的自行处分是什么原因。等查出来的话，恐怕我们必须要回应这个关心的这个立委，就是民代，然后让他知道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我还是一再强调我跟警政署，我刚刚也到警政署跟我们同仁讲还是一样。第一个，我们是保持中立因为罢免的摊子它摆在哪里是属于社会秩序维护法也好，或者是属于什么样的法规，本来在每个县市地方政府的这个警察同仁就要负一部分的责任那后来他是接受谁的指令来执行这些骚扰到被这个跟踪的人的话呢，其实我们也要查清楚那我还是一再强调，保持中立是最重要的。可是警察通常来说应该都知道说要保持中立，我当然保护人民没有在分政治的颜色。那所以当信义分局说对他们自己执法有一点过当，然后派2个便衣骑着摩托车去跟随这个 Grace 的时候，跟了非常长的时间，他一共跟了67分钟。那通常这种指令，信义分局他接收上面的指令，应该就是台北市警察局，或者是台北市政府，否则没有人可以指挥他们，对不对？是，没错。所以现在来源就很清楚了，会有这种行为，
信义分局长，台北市警察局长，台北市长，这几个是嫌疑犯。我不敢这样讲了哈，因为我还没有收到这样的报告。但是从警政署跟我的报告里面，第一个，我们警政署并没有下任何命令是这样处理的，我们只是说，要尽量排除敌对的双方，不要让他们有冲突哈。那排除的方法，如果是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反而会造成被跟踪者这个的骚扰的问题的话，恐怕我们必须要厘清清楚比较好。我也希望台北市政府或者是台北市的警察局呢，要对外说明清楚。也必须厘清，要不然我觉得我昨天才碰到 Grace， 他的确觉得很害怕，因为他不知道说我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需要你这样子跟着我跟这么久。他到最后还到百货公司里面，警察都还跟着他到百货公司，是想逛街真的很奇怪。所以的确，应该要保护人民的，到最后变成骚扰人民这件事情，我认为，对警界这个地方，台北市这个地方的确应该要给大家一个交代。Yahoo!